爸爸，最近的 AI 股票我在高位已经套现了，赚了不少的钱。现在我拿了很多的现金，我应该关注什么板块呢？那现在中国的经济好像很差啊，但是在上一次你讲到中国的经济有可能会改变，那到底你看到了什么呢？我们上几次的视频都讲到了这一次 AI 科技革命带来的商机。那我们要看到 AI 其实带来的投资的机会是一波接着一波的。首先受惠的会是硬件，特别是晶片，因为在 AI 的竞赛里面，大家要用 AI 去竞赛的话，都需要买设备，而设备首先要买它的晶片。所以我们看到 NVIDIA 在过去的股价涨了4到5倍，而包住 NVIDIA 的 SMCI 更加是在过去1年内涨了超过10倍。那现在高追这些硬件的股票的话，有点危险了，所以我们要看下一波受惠的是什么？下一波受惠的将会是运用 AI 科技帮助各行各业，无论是企业或者消费者的服务提供商，或者是 SaaS 的公司，这些公司的股票现在有涨，但是还没有涨得太多。那之后受惠的就是应用 AI 在他们的企业里面做到营销的增长，或者是成本的降低的这些公司。那今天要给大家做基本和技术分析的是另外一个受惠的板块，因为所有 AI 的应用都缺不了这一个资源，这个资源就是电力了。我们看到 AI 的计算会是倍数的增长，需要大量的用大数据去做分析，而当一个服务器大量的计算数据的时候，会发出很巨大的热能，这些热能背后其实都是在消耗电能的，而要冷却这些电脑的话，又要大量的制冷，制冷也是需要电力的，所以我个人预测很快对电力的需求就会大幅度的上涨了，而发电的能力也是需要时间来建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长线的投资者眼光放远一点的话，现在是可以留意这些发电的装备和建设的服务公司了。而在新的电力建设当中，清洁能源又是重中之重，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化石能源又会污染风险，而更加重要的是，现在的太阳能发电或者是风力发电，它们的成本已经是降低到低过传统的化石能源了。在这个清洁能源的发展当中，中国的生产力是遥遥领先着世界其他的国家，所以我们也看到美国有不同的制裁方案出台，想阻慢中国在太阳能、风能当中的发展，同时也是用了财政去补助本土的太阳能的发展。但是中国现在的太阳能和风力的发电的成本是大幅度的降低了，使到在中国要建立一个发电厂，它的成本要比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要低很多。我们就看一下光伏发电的原材料 PV Polysilicon 在中国的价格要比在中国以外的价格要低1半以上，而把这些 PV 制作成的 wafer， 中国是垄断了90%以上的生产量，所以全世界的太阳能的发展都是离不开中国了。那当然，清洁能源的发展是这么的重要，我们不排除美国甚至以后的 EU 都会有一些制裁的措施来阻挡中国的太阳能和清洁能源的发展，这也使到了大量的这些清洁能源的安装留在了中国。那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建立的太阳能的发电厂，每一个厂的规模要比美国建设的大30倍以上，这些太阳能的发电厂的面积是大到了20万公顷的土地，而且是一个又一个的发展起来。全世界2个国家有特高压输电的这个设备，一个是巴西只有2台设备，而在中国有25套这个系统，是让中国把太阳能发电和风能放在了大西北这些沙漠的地带，发了电之后是传送到中国的东南岸的沿海的城市。我记得在10几20年前，
当时候德国还是在清洁能源方面遥遥领先。那为什么在最近这几年中国可以弯道超车呢？那中国的清洁能源发展的这么快，背后有4个原因的。第一个，中国10年前被空气的污染困扰着。我还记得10年前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到中国的北方都被雾霾困扰着，因为当时中国很多的发电厂都是燃煤的，煤是大量的污染了空气，使到空气的质量是非常的差。而且中国的经济的发展飞快，也多次的发生了供电不足、电荒的问题，甚至最近有旱灾，水力发电不够，或者是2021年的时候新冠疫情导致了煤炭的供应不足，煤价暴增，燃煤的发电亏损就不发电了，使到中国缺电。所以中国的确是大量需要清洁能源。而在另外一方面，这些需求为光伏企业在2021、22年带来了很高的毛利率，吸引了很多的厂去扩张产能，也吸引了新加入的企业参与了太阳能器材和原料的生产。这些供应使到原料和产品的价格在2023年暴跌，跌了之后它的成本低了，又大规模的投资发电厂。那第二方面，中国在大型的基建和生产方面也是有绝对的优势的。中国是被称为世界的工厂，在制造业方面累积了很多的经验，而它的供应链从上游、中游到下游都是有很多的厂商。供应链的管理最近又用了很多的科技，大幅度的提升了它的效率。第三点就是中国对太阳能的原材料和组装的技工都是有高度的集中，这使到整个太阳能的供应链可以有效的发展。而第4个反而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太阳能的制裁和主导，使到中国的太阳能的生产大部分是留在中国内地去建设发电厂。所以我个人看到，现在美国对中国这些新能源的制裁反而是使到了中国安装了这么大量的清洁能源，而同时中国在水力发电、核能发电和传统的燃煤发电方面也是继续在发展。有了这么多充裕的电力之后，电的价格一定会很便宜，而未来的生产和制造耗的不再是人工了，更重要的是耗电的成本。那现在中国的经济好像很差啊，但是在上一次你讲到中国的经济有可能会改变，那到底你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之后，已经没有以前的劳工成本的优势了，所以很多的生产搬离了中国，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考虑或者是分散，所以他们把生产发展到越南、印度这些更低工资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的供电会是一个瓶颈，而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将来会用到自动化的 automation 或者是机械人 robotics， 甚至是无人的智能的制作。这些新的制造业对劳动成本的依赖会越来越少，而更看重的是电力的成本了。到那个时候，很多的高端的制造业又会回到中国大陆，一旦这些生产回流到中国，又会对中国的经济带来很大的推动力。到时候海外的资本是追求回报的，又会一窝蜂的涌回到了中国和香港的股票市场当中了。所以现在外资撤离中概股，反而是让我们可以找到优质的股票，用很便宜的价格去投资了。那记得要套用我们的选股5部曲，我们在第2步选择好一个行业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寻找优秀的龙头股，然后再应用第4和第5步，利用技术分析去判断我们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那这边我们马上跟大家分析一下刚才提到的清洁能源板块。首先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搜索得到这个行业当中的上市公司。那大家可以利用 Market Search 搜索美股 Industry Groups， 或者在附图
H 股、A 股和美股的板块，例如 BK2047、BK1224、BK1233、BK0317等等。那今天呢，我就已经帮大家筛选了一些股票，去看看它们的走势。那要注意哦，我们这边不是投资的建议，只是跟大家交流交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美股有上市的清洁能源行业的公司，最强势的是刚刚上市没多久的 NXT， 它在最近是涨了很多，在涨的时候也是有很大的成交量的。那其次呢，就是 ENPH 这个公司，它最近突破了200天线。那200天线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阻力。那大家如果不知道什么是200天线的话，可以去回看上一次我讲到的这个影片。First Solar 它也是接近200天线的阻力，最近的1-2个月它也是涨了很多。DQ 呢，在最近的1个多月涨了超过70%，而现在呢，它是接近200天线的阻力位置，在上涨的时候，这个成交量也是蛮大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相对比较落后的 JKS， 它也是刚刚突破了50天线的阻力。那我们看完了美股的太阳能公司，我们再来看一下在香港和内地有上市的清洁能源公司。新英光能呢，最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成交量，突破了200天线的阻力。普莱特玻璃也是一个很大的成交量，突破了200天线。金锋科技呢，就相对比较落后一点，但是它最近也是刚刚突破了50天线，并且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成交量。而新特能源呢，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成交量，升破了50天线，接近200天线可能是一个阻力。那我们看到在香港上市的这几个公司里面，其实更强势一点的就是太阳能，而相对落后一点就是风力发电。我们现在可以判断呢，其实整个市场把那个焦点更放在太阳能，而不是风能发电。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A 股，在 A 股上市的太阳能公司呢，在最近这1-2个月也是非常强劲。300274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成交量，升破了200天线。688516也是刚刚升破了200天线。605117也是刚刚升破了200天线。而最后这家300827就相对落后一点，但是它也是刚刚升破了50天线，接近200天线的位置。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从基本面的角度去看呢，电力需求在未来的几年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从技术面的角度去看，太阳能板块在过去1个月是涨了很多，说明这个市场重新关注这个行业，并且把资金投放到这些公司里面。尤其是中国的太阳能板块，在过去1个月是远远跑赢了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但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去看，太阳能板块在过去这几年一直是相对比较落后的，所以这个升幅呢，可能是在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所以在未来也是很有可能有这个潜力继续暴涨下去。那如果你对选股布局和技术分析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了解更多。还没有订阅的话，请记得订阅，因为我们会将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解给你听，让你更容易学习和吸收。那我们下次再见。